杨静兰。嘘，别凶！亏你要吵醒我阿娘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堂堂正正的从你们家大门走进来？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记住了，不管是墙头还是正门，凡是正人君子，都不该随意到未出阁的小娘子家里来，徒惹非议。哎，季娘子，你真是何意啊？难不成你是想留我喝杯茶？杨警官不是喜欢飞来飞去吗？何必走这个门？还是说走那儿？那我还是走这儿吧。如此，多谢季娘子指点。那我这便去做自己的事了。多谢杨警官今日宽慰。还有就是，早点休息。明日消息传出，这益州城死了第4任警官，全城风声鹤唳，朝廷派下督察。这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那不妨好好聊聊。哎呦，小诸葛也在这儿呢。哎，他没跟我说什么来吧？杨警官好身手，若不是我今天带够了人手，恐怕就让杨警官逃跑了。事已至此，有些话我们不妨放在明面上来说。只需杨警官派人将这蜀红丝送入长安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便不分彼此，共享富贵。保护娘子！杨警官，这是何意？你的人欺负了我的人，我若不讨回来，日后我的人该如何信服我？杨警官当真是性情中人。没有脾气的人才更可怕，不是吗？这蜀红丝在送往长安之前，还要拿到警官府进行核验。牛五娘子，不妨让我拿一缕回去走走过场，可好？请便。
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：明日这厮会随着你的文书一同进入长安。若往后出现什么纰漏，首先问责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请牛五娘子放心。郎君，这定是有奸人，见您缔结良缘，心生妒忌，您不必在意，小人这就拿去扔了。不必了。薄情寡性，估计日后全益州的人都会这么看我。我不在乎。祖父有权，他可以让全府上下都按照他的规矩活着。牛五娘有权，她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杨三郎也有权，他可以肆意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待我有了权，我定会全力守护好我想要守护的人。那厮不能往宫里献。现如今你把这假的都送到了长安，就必须得承认它是真的。牛五娘就是想用这假手将你捆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呀！不送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，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欢迎牛将军回场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护佑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一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静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一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哼！
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一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城市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阿翁言浅了。阿爷，请用茶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！这没你的事儿，还不下去？是。阿爷，女儿并非钟情于赵修远，而是为了您考虑。您志在锦业，与其让我嫁给一个远戚，不如将我许配给一个未来的锦王。未来的锦王，他赵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怎么跟节度使的远亲相比？阿爷是节度使的亲信，受命驻军在益州城外，再攀远戚，与我们并无异。益州锦这5年都是杨家夺的锦王，我们只能在山中造节。若女儿嫁给赵家，让赵家代替杨家，成为新的锦王，接手宫中订单，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天换日？这话你同赵家讲了？待女儿嫁入赵家，成为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个道理，我想他们会明白。这个道理，恐怕连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吧？女儿并非只顾念自己的亲事，我已握住杨金兰的把柄，要杀要查要留，皆由阿爷做主。我听说杨静兰查到锦房了，调杨金兰上钩的地方是假的，我们真正的锦房还在原来那处，戒备森严，还请阿爷放心。一连死了3个警官，朝廷之前不查，是因为自顾不暇。如今太子缓和了2派之争，朝廷断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蜀锦价值连城，朝廷绝不会放任。
等这批制造完成之后，立刻把那锦房处理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至于那个警官，暂且先不要动他。女儿明白。小婿，拜见丈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五娘遣人告知将军回来了，让我前来拜见。他要不说，你就不来了是吗？小婿身份低微，怕独自前来会冒犯了丈人。你叫他来做什么？有一重物，我想请您一观。再召二郎君来，也是让他看看我的嫁妆。蜀红丝。方才郎君在我阿耶面前不卑不亢，进退得宜。看来郎君是想通了。我只是尽一个丈夫和女婿应有的礼数罢了。郎君适应得这样快，倒是令我有一丝后怕。既然成婚已是事实，即便我心中不悦，我也会以一个丈夫的责任待你。至于你，我不奢望你能孝敬公婆、和睦妯娌，但希望你能略懂一个儿媳起码的礼节。阿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护住你的蜀红丝。莹莹，别怕，莹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爷，对不起。阿爷，对不起。
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呢？随时来找我。阿兄，帮我。 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老爹救命！这人是药口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。他身上的衣服是含光锦，寸锦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壮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吧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哎，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？身上哪里受过伤？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？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三郎君，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既是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月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
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撼树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撼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？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杨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？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杨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手中红丝，这可是曙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
对不起，我没有护住你的蜀红丝。阿爷，莹莹不怕，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蜀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岁月多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缄默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誓约，红色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呈现，曾经多味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色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灭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攀爬出命运最深漩涡，冲破无尽封锁，燃烧出那烈烈绯色之火。我一定会染出蜀红丝。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索万千年呈现，曾经多味的执念。红色如火